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本期军事专题。今天我们聚焦备受瞩目的 IM-1艾布兰主力战车，它刚刚抵达台湾，却在俄乌战场上遭遇滑铁卢。未来在台湾会不会沦为废铁？我们今天就来一探究竟。美国IM-1艾布兰重型主力战车登陆台湾。2024年12月15日，台湾迎来了首批38辆IM-1A2T 主力战车，这个是台湾自1994年以来首次引进新型主战战车。台军装甲部队直接迎来一次大升级。台湾一共订购了108辆IM-1A2T，总价20亿美金，未来2年还会有70辆陆续交付。这批坦克的 T 代表台湾专属版本，虽说它不像美军的 SCP-V3 版本那么豪华，未配备平油装甲，但机动性更好，更适合台湾的湿热环境。那问题来了，这辆在海湾战争中大杀四方，并被誉为地表最强的战车，还能继续统治战场吗？俄乌战场上的 IM-1A1 艾布兰战车，美国提供给乌克兰的 IM-1A1 艾布兰战车，原本被期待能像当年在伊拉克一样碾压俄军，然而现实狠狠给了大家一巴掌。截至2024年9月，乌军31辆 IM-1A1 战车，有20辆已经被摧毁、瘫痪或俘获。IM-1A1 战车的表现让很多人跌破眼镜。一辆来自乌克兰第47机械化旅的 IM-1A1 战车，在2024年12月遭遇俄军 FPV 无人机围攻，短短2分钟内被4至6次精准打击，战车彻底报废。幸运的是，车主成员竟然毫发无伤，真是上帝保佑。俄乌战场上的 IM-1A1 在面对无人机和反战车飞弹的攻击，根本毫无还手之力。那么问题出在哪里？一、战场变了 ，IM-1还是老样子。1991年的海湾战争，美军的 IM-1面对的是伊拉克过时的 T-72，而现在的 IM-1在乌克兰面对的是现代化的俄军。俄军有无人机、巡飞弹、电子战系统、反坦克飞弹，简直是另一种战场。二、无人机主导战场，坦克成了活靶子。现在的战场环境已经不是30年前，重型坦克的生存能力被无人机削弱的体无完肤。这让人不禁思考，台湾买来的IM-1A2T 有用吗？ IM-1A2T 在台湾会变废铁吗？如果台湾想让 IM-1A2T 发挥战力，必须做出调整，否则可能会成为俄乌战场 IM-1A1 的翻版。一、安装主动防御系统 （APS）。无人机和巡飞弹是战车的头号杀手。台湾应考虑为 IM-1A2T 配备战利品 Trophy 或铁拳 Iron Face 主动防御系统。如果这些太贵，至少也要加装反无人机笼，可以提高35%的生存率。二、增强电子战能力。既然 IM-1A2T 的最大威胁是无人机，那就得有专门的反无人机装备，比如干扰系统、低空防空火力，让这些1000万美金的大家伙不会被5000美元的 FPV 无人机轻松爆头。三、改变作战战术。俄乌战争的经验告诉我们，单独行动的战车就是待宰的羔羊。台湾应该调整战术，让 IM-1A2T 和步兵、炮兵、防空部队、无人机部队协同作战，形成一个多层次的防御体系。另外，不要让 IM-1A2T 变成固定炮台，要充分利用它的机动性，实施机动作战，避免成为飞弹和无人机的活靶子。四、分散部署主力战车，远程火箭系统和飞弹威胁不容小觑。台湾应采取分散作战策略，让坦克小规模分散部署，避免一次性被集火摧毁。五、加强后勤保障与训练。IM-1A2T 的燃气轮机发动机油耗惊人，后勤补给至关重要。台湾必须确保有足够的燃油供应维修能力，同时让士兵充分训练，熟悉 IM-1A2T 在复杂战场环境下的操作。IM-1A2T 能在台湾活下来吗？ IM-1艾布兰是世界顶级主战坦克之一，但乌克兰的惨痛教训告诉我们，现代战争已经不是装甲巨兽的天下，台湾必须学会应对无人机战场，否则这20亿美元可能会打水漂。那么，你觉得 IM-1A2T 在台湾真的能发挥作用吗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。感谢观看，别忘了订阅、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